甲骨文最诡异的地方在于，订单越大，市场越害怕。它最新披露的待确认订单已经冲到638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听起来这应该是 AI 时代最确定的赢家之一。但过去2个月，它的股价却从高点回撤超过30%，甚至被很多人定在了 AI 泡沫破裂的第一批名单上。所以问题来了，这到底是一场真正的基本面暴雷，还是市场把一家被低估的 AI 基础设施公司错杀了？今天这支影片，我们不先站队，只拆华尔街做空甲骨文的4个核心理由，再从商业模式、现金流和估值3个层面算清楚它到底值多少钱，以及现在该不该急着抄底。我们先不说它有多好，先聊聊市场在怕什么。毕竟股价不会无缘无故暴跌，每一次升跌背后都有一套能说服大多数人的悲观逻辑。只有先把空头的道理听明白，把市场的担忧拆解透，你才能判断这波下跌到底是真的暴雷，还是情绪驱动的假摔。最先被拿出来反复讨论的是它的订单质量。很多人都知道，甲骨文最新披露的待确认订单已经冲到了638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翻了3倍还多。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很多中型科技公司好几年的总营收，而且是已经签了正式合约的确定性收入，不是口头意向单。按道理说，手握这么多订单，股价应该涨才对。但空方的观点非常直接，订单数字再好看，赚不赚钱就不一定了。这里面大量的大额合约采用的都是客户自带芯片的模式，也就是客户自己采购 GPU 放到甲骨文的资料中心里运行，甲骨文只提供机房。电力和运维服务，说白了就是赚个管道托管费，毛利比原来纯软件授权的业务低得多。等这些低毛利的订单逐步确认收入，公司整体的毛利率只会持续往下走，看起来是营收爆发式增长，实则赚的都是辛苦钱，含金量远不如从前。这个说法听起来特别有道理，对吧？毕竟投资看的是最终能落到口袋里的利润，不是纸面的营收规模。但这还不是最让市场恐慌的，真正触发这波砸盘的核心导火索是它的现金流状况和巨额融资计划。甲骨文2026财年的经营现金流大概在320亿美元左右，看起来不算少，但同期的资本支出直接干到了480亿美元。也就是说，靠日常经营赚回来的钱根本不够覆盖资料中心扩建、算力基础设施投入的成本，自由现金流直接由正转负。更让市场紧张的是，下一个财年的资本支出预计还要继续攀升到700亿美元，资金缺口只会越来越大。为了填上这个巨大的资金窟窿，公司计划筹集总共400亿美元的资金，其中有200亿美元是通过增发股票的方式。这意味着什么？每一个老股东手里的股权比例都会被直接稀释，相当于你本来拥有一块蛋糕的1/10，现在突然多了一批人来分，你的蛋糕被硬生生切走了一块。公司价值不变的话，你手里的股份自然就贬值了。债务加股权融资双管齐下，公司总债务已经超过1560亿美元。很多人开始担心，这样疯狂烧钱扩张会不会最后演变成债务危机？一边是毛利率持续下滑的预期，一边是巨额烧钱导致的现金流缺口，还要增发股票摊薄股东权益，换谁看了都会心里打鼓。但市场的担忧还远远不止这些。甲骨文建设 AI 资料中心走的是天然气与燃料电池现场供电的路线，核心目的是快速解决电力供给问题。但很多人觉得这条路在 ESG 监管越来越严的今天，随时可能遭遇政策卡壳，环保审批通不过，监管政策收紧，到时候资料中心建好了却通不上电，再多的订单也交付不了，所有的投入都可能打了水漂。除此之外，它的收费模式转型也被很多人当成风险点。甲骨文现在开始逐步转向按 AI 实际使用效果收费，也就是按调用量、按产出价值分成，不再是原来固定金额的订阅年费。很多人担心，这样一来，公司的收入波动会大幅增加，原来稳定可预测的现金流生意，突然变成了和客户业绩深度绑定的风险生意，经营的不确定性大大提高。你看，这么一串下来，订单质量下滑，现金流恶化，股权摊薄，能源监管风险，收费模式存疑，随便拎一个利空出来，都够股价调整一阵的。4个担忧叠在一起，再加上整个 AI 板块的回调情绪，市场恐慌一发酵，股价直接砸出了深坑，好像这家经营了几十年的企业巨头马上就要陷入经营危机一样。
但我要告诉你的是，投资里最容易踩的坑，就是把表面的利空当成了全部真相。很多人只看到了毛利率降了，现金流负了，却没往深想一层，这些变化背后，公司的商业模式到底是变弱了，还是变强了？我们一个一个拆开来看，你就会发现，几乎每一个被市场诟病的缺点，换个角度看，反而是竞争对手抄不走的核心优势。先说说大家最在意的毛利率和客户自带芯片的模式。很多人觉得客户自己带 GPU 来甲骨文只收托管费，是身份掉价了，从高端软件公司变成了机房包工头。但你换个角度想， AI 时代最贵、贬值最快的资产是什么？就是 GPU 芯片。一代新的旗舰芯片出来，旧型号马上就大幅贬值，3-5年后可能就彻底淘汰，折旧成本高得吓人。原来的传统云厂商是什么模式？自己砸几百亿买芯片，自己扛所有折旧，自己承担技术迭代的全部风险，然后把算力按时间租给客户。表面看毛利率很高，但背后是天量的重资产投入。一旦技术路线发生变化，手里囤的芯片可能直接砸在手里，变成巨额亏损。现在甲骨文的模式呢，客户自己买芯片，自己承担折旧成本和技术迭代风险。甲骨文只出场地、电力和运维，收稳定的服务费。你看起来每1块钱收入里留下来的利润少了几个百分点，但你不用掏几百亿去采购芯片，不用承担3-5年后芯片过时的巨额损失。这笔账算的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毛利率，而是资本回报率。你投进去的每1块钱，最终能赚回来多少钱，才是决定长期价值的核心。用更少的自有资本撬动更大的订单规模，把 AI 时代最重的资产包袱甩给客户，把自己的投资回报率抬上去。这哪里是败退，这分明是轻装上阵。我给你打个比方，就像开商业广场，原来的模式是你自己进货，自己开超市卖货，赚经销差价，毛利率看着高，但你要压海量库存，承担滞销风险，资金周转很慢。现在的模式是你只出租商铺和场地，让各个品牌商自己进货，自己经营，你收租金和管理费，毛利看似低了，但你不用压货，不用担经营风险，投进去的钱周转极快，真正的资本回报率反而高得多。甲骨文现在做的就是把自己从重资产的算力零售商变成了轻资产的基础设施运营商。看懂了这一层，你就不会被短期的毛利率波动带偏方向。很多人揪着毛利率下降不放，却没看到它的资本效率在大幅提升，而这才是支撑长期估值的关键。如果说毛利率的争议还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那对多云战略的误解就是完完全全看错了甲骨文的核心野心。很多人说甲骨文把自己的数据库产品放到 AWS、Azure 这些竞争对手的云平台上，是算力战场打输了，认输了，跑去别人的地盘讨饭吃。这个说法我只能说太看表面了。你要想清楚，企业级服务里最核心、最难以撼动的护城河是什么？不是算力，是数据。一家公司把自己所有的客户数据、交易数据、运营数据都存在你的数据库里，用了10几年，所有的业务系统都围着这套数据库搭建。他想换，比整家公司搬家还难。行业里有个词叫数据重力，意思是数据就像有重量一样，沉淀的越久，体量越大，就越难移动。企业的数据资产就是最沉重的东西，搬一次家伤筋动骨，风险极高。现在 AI 浪潮来了，企业要跑大模型，训练行业模型，可能会根据需求选择不同的云平台算力。今天觉得这家的芯片便宜，就用这家的；明天觉得那家的工具好用，就用那家的。但不管你用谁家的 GPU 跑在哪朵云上，你的核心业务数据还在甲骨文的数据库里。甲骨文把数据库铺到所有主流云平台上，不是认输，是卡位。就像不管你用什么牌子的手机，你的手机号和通讯录才是最值钱的，只要号码不换，运营商就一直能收钱。甲骨文做的就是让自己的数据库变成企业数据的手机号，不管你在哪朵云上跑算力，都绕不开我的数据底座。在竞争对手的平台上稳稳收租，这哪里是妥协，这是降维打击。很多人只看到云厂商在抢算力市场的份额，打得热火朝天，却没看到真正卡住企业命脉的从来都不是算力，是沉淀了几十年的业务数据。算力可以买，芯片可以造，产能可以扩，但数据迁移的成本和风险没有几家大型企业愿意承担。这才是甲骨文最深的护城河，也是很多空头根本没看懂的底层逻辑。聊完了商业模式，我们再说说收费模式的变化。按结果收费，按实际使用量计费。很多人觉得这是把客户的风险揽到了自己身上，收入会变得不稳定。但你再往深想一层，
原来的软件订阅年费是从企业的哪个预算里出的，是 IT 部门的采购预算。每家公司的 IT 预算都是有明确天花板的，一年就那么多钱，买了这个就买不了那个，你想涨价都难，增长空间一眼就能看到头。但按 AI 产出效果收费呢，这笔钱就不是从 IT 预算里出了，是从各个业务部门的运营预算里出。比如用 AI 帮销售部门提高了客户转化率，帮生产部门降低了原材料损耗，帮客服部门节省了人力成本，那省下来的钱，多赚的钱，拿出一部分付给甲骨文是天经地义的事。而企业的运营预算规模比 IT 预算大得多得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说白了，原来的生意是我卖工具给你，你付年费，好不好用我不管，现在是我帮你赚钱，帮你省钱，我们按效果分成。前者的天花板是客户的 IT 采购总额，后者的天花板是客户的整个业务规模。这哪里是增加经营风险，这是直接把自己的市场蛋糕做大了好几倍。当然，短期来看，模式切换肯定会有波动，收入确认也会比原来复杂，甚至可能出现单季度的起伏。但长期看，这是把自己从一个单纯的软件供应商变成了企业的业务增长合伙人，价值量级完全不在一个维度上。很多人只看到了短期的不确定性，却没看到长期的天花板被彻底打开了。最后我们再说说能源供电的争议。很多人揪着天然气供电和燃料电池说事，觉得不符合 ESG 趋势，监管风险大。但你要搞清楚，现在 AI 算力行业最稀缺的资源到底是什么？不是芯片，是电，是能够快速交付的电力。公用电网扩容从立项、审批到建成投用，动辄3-5年起步，很多资料中心集中的地区甚至根本没有多余的电力指标。现在全行业都在抢着建资料中心，扩算力产能，大家都在等电，谁先通上电，谁就能先交付订单，先把合约变成真金白银的收入。甲骨文走现场燃料电池和天然气供电的路线，不是不知道公用电网更环保、更稳定，是因为快到什么程度？半年到1年就能落地供电，比走电网扩容的流程快好几倍。在 AI 算力紧缺的行业窗口期，早1年交付产能，就能早1年锁定客户，早1年拿到现金流。等竞争对手还在排队等电网审批的时候，甲骨文已经把订单落地，开始回流资金了。ESG 重不重要？当然重要，但它是长期优化的目标，不是当下的生死线。在行业爆发期，交付速度就是核心竞争力，就是市场份额。你先把市场占住了，把客户攥在手里了，后面再慢慢调整能源结构，逐步提升清洁能源比例，完全来得及。如果为了一个完美的 ESG 标签错过了整个 AI 算力的爆发窗口期，那才是真正的得不偿失。很多人拿长期的 ESG 风险去否定短期的交付优势，本质上是搞错了商业竞争的优先级。说到这里，你应该已经能感觉到市场对甲骨文的很多担忧，其实都是把短期阵痛当成了长期绝症，把战略级的主动投入当成了经营恶化的被动结果。但光有商业逻辑还不够，投资最终要落到价格上。再好的公司买贵了也会亏钱，再普通的公司价格足够便宜也有投资价值。接下来我们就好好算一笔账，看看现在的甲骨文到底是估值偏高，还是被市场显著低估了。我们先用现金流折现模型来算它的绝对估值。很多人一听专业模型就觉得复杂，其实说白了很简单，就是把这家公司未来几十年能赚的所有自由现金流，按照一定的利率折算成今天的价值，看看它现在的股价到底值不值。我们用的都是非常保守的假设，没有给 AI 增长任何乐观溢价，加权平均资本成本设在 8.5% 到 9% 之间，也就是市场对这种体量科技公司的普遍资金成本要求，长期永续增长率设为 3.5%， 和全球经济的长期增速基本持平，一点都不激进。最终算出来的结果是，甲骨文的合理内在价值在215到225美元之间，和当前146美元左右的参考价格比，潜在的上涨空间大概有 47%。这里我要特别说明一个关键前提，这个测算的核心假设是它的资本支出高峰期会逐步过去，自由现金流会在2028财年左右迎来明确拐点。也就是说，现在的现金流压力和亏损都是阶段性的战略投入，不是永久的经营恶化。等这波算力基建的投入高峰过去，海量订单逐步交付，现金流会迎来快速修复。当然，绝对估值的假设变量很多，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参数算出来的结果会有差异，它只能作为一个参考区间。那我们再换个角度，
和同赛道的巨头横向比一比，看看它在整个云与 AI 赛道里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估值水位。现在微软的远期市盈率大概是21.9倍，谷歌是24.7倍，亚马逊是27.6倍，清一色都是20倍以上。而甲骨文的远期市盈率只有18.38倍，比三大云厂商都要低。更关键的指标是 PE， 也就是市盈率相对盈利增长的比率。这个指标能同时衡量估值和增速，数值小于1就说明估值的增长跑不赢业绩的增长，具备安全边际。甲骨文的 PEG 只有 0.64， 是四大云巨头里唯一一个 PG 小于1的公司。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同样的业绩增速下，甲骨文的估值是最便宜的；在同样的估值水平下，它的业绩增速是最快的。市场给了其他云厂商满满的 AI 溢价，却唯独给了甲骨文折价，而它的 AI 订单增速和数据护城河一点都不比同行弱。这就是典型的预期差，也是这波错杀最核心的证据。注意，我不是说它没有任何风险，资本支出最终超预期，订单交付进度不及预期，能源监管政策出现重大变化，这些都是潜在的变量。但从当前的股价位置来看，这些风险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市场消化了。股价跌了30%，几乎把最坏的预期都反映在了价格里。只要基本面没有真的崩塌，稍微有一点超预期的表现，估值就会迎来修复。什么叫投资里的安全边际？就是你用5毛钱的价格去买1块钱内在价值的东西，就算你判断有偏差，就算公司发展不如预期，你也亏不了多少。但如果你的判断是对的，就能赚到估值回归的钱。现在的甲骨文就处于一个有相对安全边际的位置。讲完了基本面和估值逻辑，我们再落到具体的实操层面。很多人听了逻辑就想马上冲进去抄底，但我一直说，再好的标的也要买在合适的价格，控制好仓位节奏，不然就算你看对了长期方向，也可能在短期波动里被洗出去，甚至亏着钱离场现在的技术面位置。这波下跌下来，甲骨文已经深度回撤到了斐波那契 78.6% 的关键关口，属于非常极端的回撤幅度了。短期来看，上方的重度套牢压力区在178到192美元之间，这个区间是之前上涨过程中的密集成交区，很多投资者在这个位置进场被套，后续股价反弹到这里，大概率会面临解套抛压。下方的核心支撑区间在142到134美元，这是之前行情的筹码密集区，也是很多长期资金认可的价值中枢区间。股价跌到这个位置，长期资金的承接力量会明显变强，也是性价比最高的布局区间。很多人现在的心态是，都跌了这么多了，是不是可以一把梭哈抄底？我非常不建议这么做。左侧交易最忌讳的就是一次性满仓，你永远不知道市场情绪会极端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突发的利空消息再砸一波。就算你在看好一家公司，也要给自己留下容错的余地。我更倾向的思路是在142到134美元的支撑区间里控制好总仓位，分批逐步建仓，价格每下一个台阶就对应买一部分，慢慢拉低持仓均价，不要追涨，也不要恐慌杀跌，更不要加杠杆放大风险。把它当成一笔中长期的产业布局，而不是短期的情绪投机博弈。毕竟我们赚的是估值修复和业绩逐步兑现的钱，不是赌1-2天的情绪反弹。这里我也要再强调一遍，所有的点位判断和策略思路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市场永远是对的，我们能做的只是在自己的认知范围内做概率最高的选择，同时为可能的错误留下足够的容错空间。到这里，整个逻辑就讲得差不多了。从市场上空头的4大核心担忧，到我们一层层拆开重构，再到估值测算和具体的交易思路，相信你心里也有自己的判断了。你觉得甲骨文这波暴跌是基本面恶化的真实反应，还是市场情绪主导的错杀？你会选择在这个位置分批布局，还是等更明确的右侧信号再动手？欢迎把你的判断和理由留在评论区。我们可以看看大多数人的共识到底站在哪一边。其实做投资久了，你会发现市场大部分时候都是不理性的，利好出来就涨上天，把未来10年的预期都打满，利空出来就砸到地底，好像公司明天就要破产。很多人跟着情绪追涨杀跌，忙忙碌碌，最后却赚不到什么钱。真正能长期在市场里活下来赚到钱的人，都是能穿过噪音看到事物本质的人。一家公司的真实价值不会因为股价涨了1个月就突然翻倍，也不会因为股价跌了2个月就直接腰斩。
变的从来都不是公司本身，是人心，是预期，是市场的贪婪和恐惧。我们要做的就是在所有人都疯狂的时候保持一分清醒，在所有人都恐慌的时候静下心来算一笔账。甲骨文也好，其他任何公司也罢，最终支撑股价的永远是它的商业模式，它的竞争护城河，它能创造的真实现金流。这个频道一直想做的就是帮你把复杂的财报、难懂的产业逻辑、眼花缭乱的技术名词翻译成最朴素的商业常识，不蹭热点，不吹泡沫，只讲真实的逻辑和可验证的判断。如果你也认同这种长期主义的投资理念，想在美股市场里实现财富和认知的双重复利，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一起在市场的起伏波动里做那个更冷静、更理性的投资者。最后也要和大家说清楚，以上所有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金融、法律或其他专业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每个人的风险承受能力和资金情况都不一样，涉及具体的投资决策，请一定要结合自身情况理性判断，必要时咨询专业人士。